老公失踪后，给我留下了一大堆债务和嗷嗷待哺的幼女，债主上门又打又砸，不得已我带着女儿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，整整30年。我还清了所有的债务，把女儿抚养长大，看她终于成家立业。就在我以为能颐养天年的时候，突然收到了条视频，视频里是我失踪多年的老公和他曾经的白月光，以及我的女儿。女儿亲昵地依偎在白月光的怀里，一口一个妈妈。我原本给女儿换套别墅，现在看来也不需要了。这个家是时候该散了。女儿半夜12点才带着孙女和女婿回到家，我听见外头的动静，女儿敲着我的房门：“妈，你睡了吗？你孙女说饿了，你没睡起来，给她煮个夜宵吧。”我等了女儿一晚上，有个好消息，迫不及待想和他们分享。刚摸索着准备穿鞋，床头的手机突然响了一下，鬼使神差的，我拿起了手机。一则突兀的视频映入眼帘，不小心误触到了播放，视频自动播放起来。视频里是本在加班的女儿，她亲昵地依偎在一个女人的怀里。随着镜头上转，我看清了女人的脸，以及她身旁熟悉的男人。我瞳孔一缩，手机不自觉掉在了地上，捂着胸口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视频的男人赫然是我失踪了30多年的丈夫，和他曾经爱而不得的白月光。哪怕他那张脸容易已老，可化成灰我也不会忘记。失踪30多年的老公骤然出现，对我无疑是一种打击。看着视频里女儿的模样，似乎他早就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尤其是他竟然还亲昵依偎在那女人怀里。我的脑袋一片空白，胸口似有千斤重，心跳更是随之加快。女儿听见了动静，直接推门而入：“妈，你没睡就赶紧起来，你孙女快饿死。”她话堵在嘴边，掉落响手机恰好播放到女儿喊白月光妈妈那段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把手机捡起来，递到她面前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别告诉我，这视频里的男人不是你爸？30年前，霍平欠下了一大堆债务，丢下我和年仅1岁的女儿跑了。这些年，我不是没找过他，可就连警察都找寻不到他的踪迹，外界都默认他已经去世了。可如今，他明晃晃带着白月光和女儿在一起，无疑是狠狠往我脸上打了一耳光。那些被债主上门催债的日子，我到死都不可能忘。但凡他有责任一点，也不会抛下我和女儿一走就是30多年。女儿见事情瞒不下去了，撇了撇嘴，全然交代了：“妈，我也是最近才联系上我爸的，你和爸的那些恩怨就别牵扯我了吧。他也说了，抛下我很后悔，现在也想努力弥补我。我们就是怕你生气，这才瞒着你的。”他一副果然如此的神情，我不禁反问自己：难道我不该生气愤怒吗？那些年我们母女过的是什么日子？难道他忘了？霍平刚失踪的时候，我没有工作，女儿才1岁。那些债主上门要债，我拿不出钱，他们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。成日上门要钱，我拿不出来，他们就在家又打又砸。这些日子整整持续了10年，直到女儿上了小学，我渐渐还上了一部分债务，家里才太平下来。这些难道他都忘了？他忘了自己是怎么被人追着嘲笑，说他是老赖的女儿，忘了自己当初有多厌恶这个没担当的爸爸。女儿看我的神情，就知道我想说什么，先我一步开口：那些事都过去了。再说了，我也想享受有父亲的疼爱，你总不能剥夺我和自己爸爸相处的权利吧？我实在无法相信，我耗尽心血养大的女儿会说出这种话。所以，你爸失踪这些年都是和白薇在一起。我看着自己粗糙皲裂的双手，而视频里白薇那双玉手明显是养尊处优的。妈，爸爸和白姨当初本来就是真心相爱，要不是你怀孕了，好端端拆散了他们一对有情人，爸爸也不至于东奔西躲这么多年。还不是因为你。看着女儿喋喋不休替他们说着好话，我心中一个动怒，扬起手给了她一巴掌：“你打我，
女儿捂着脸不可置信，孙女和女婿听见动静，也赶忙进了我的卧室。孙女见状，飞扑到我身上，举起软糯的拳头，一下又一下砸在我的大腿上，边打边骂：“坏外婆，我讨厌你！你欺负我妈妈，我打死你！我喜欢白外婆，不喜欢这个又老又丑的外婆。”女婿尴尬站在一旁，却丝毫没有阻拦的意味。我的心沉在了谷底。这一刻，我清楚地明白，我才是这个家的外人。女儿从小就是被我带大的，她结婚后忙着事业，我又替她照顾孙女，可忙碌了一生，养出2个白眼狼。我狠狠推开了孙女，力气过大，她一屁股摔在了地上，顿时发出爆鸣的哭声。女儿见状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连忙把孙女抱在怀里。她红着眼怒斥我：“爸爸说的没错，但凡有人不顺你的意，你就会和泼妇一样大吵大闹。连茵茵这么小你都下得去手，活该我爸丢下你30多年。”我不敢相信这话会是从我女儿的嘴里说出来的。所以你觉得你爸抛下我们母女这么多年，都是我的错了？女儿有几分心虚，声音又冷又硬。我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妈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我懒得和他再计较，把你爸的电话给我。女儿顿时如临大敌，警惕的了我好几眼。妈，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拆散爸爸和白姨吗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自己到底是怎么养出这么蠢笨的女儿？我替你爸还了这多么年的债，难道我不应该找他要回来？想到我这些年的付出，就觉得无比不值。没想到女儿一听，脱口而出：“你凭什么找爸爸要？那明明是你自愿还的。”这一刻，我算是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女儿。我养了她30多年，不及一个没见过几次面、从来没负过责的爸爸。对此，我彻底失去了耐心。滚！你给我滚！我涨红了脸，指着门口让他走。这是我家，要走也是你走。女儿梗着脖子反驳我，她似乎在笃定我不敢走，我也无处可去。女儿结婚时，我把身上所有的存款都给她买了房，再加上这些年为了还债，我几乎再也没有什么存款。她知道我无处可去，才这么理直气壮地威胁我。我叹了口气，原本我想等女儿下班回来后，告诉她一个好消息，这些年霍平欠下的债务还差最后一笔，我之前的投资如今回了本，不仅能还清后债务，还能顺便给女儿换套更大的房子，再给女儿女婿买辆车，天天看他们上班挤地铁。我也很心疼，可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。妈，你别和霍言计较，他就是说的气话。女婿连忙出来打圆场，连忙给女儿眼神暗示，让她别再说了。女儿不以为然，扭头冷哼，完全不怕我真的就走。她能走去呢？要不是我养着她，她就得像那些空巢老人一样住福利院去了。我怔怔地望着女儿，用力地攥了攥手，压下心底的起伏，带着几分苦涩地开口：“好，我走。”好不容易熬过了大半辈子，以为能含饴弄孙享天伦之乐，临了了和儿女闹翻。我这一辈子到头来竟然像是个笑话。当着他们的面，我就开始收拾行李，在场的3人没一个阻拦，就在一旁看着我收拾东西。提着行李出门的那刻，女儿突然喊住了我：“妈！”我心软了，毕竟是自己养大的女儿，在她身上我灌注了数不尽的心血，哪有妈妈会不爱自己的孩子？我回了头，就听见她说：“你别去骚扰我爸。”我嘴角还未扬起的笑彻底僵硬，一言不发甩上了门。关门那瞬间，我听见了屋里的对话：“老婆，咱就真让妈这么走了？哼，她身上最多不超过200，能去哪？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给妈一个教训，让她别总是一大半年纪了还想掌控我的生活。放心吧，明天早上她肯定就乖乖回来了。这个女儿就当我没有生过吧。”她说的没错，我身上不超过200，每个月的退休金发下来，几乎有一半我都给了女儿还房贷，剩下的一点留着买菜家用。当晚我找了个50块1晚的旅馆住了下来，很破，人躺上去床板会嘎吱响动，
可这天晚上，我却依旧睡得不安稳，断断续续做着梦。梦里我抱着年幼的女儿被债主堵在家里，我一遍又一遍磕头，恳求他们再给我点时间。为了还清霍平留下的债务，我几乎没有睡过好觉，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去打工，一天打3份工。女儿还小的时候，我就拿根背带把她绑在身上。后来她再大一点，上了幼儿园，我才算能松口气。好不容易这些年债快还清了，霍平却回来了，而我也是在这时惊醒。起来后，我看了看银行的余额，还有最后一笔债款没有还清。可如今我不打算还了，现在不用还钱了。我先给自己换了台手机，这部手机还是当年我40岁生日时给自己买的礼物。女儿也说过要给我买新手机，我不舍得她乱花钱，后来也就不了了之。之后我又去看了房子，精装修可拎包入住的那种，没想到却遇到了霍平和白薇。巧的是，我们看上了同一套房子，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说的大概就是此刻了。白薇挽着霍平，猛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明明50多岁的年纪，她却依然像30年前一样光彩照人，活脱脱被宠成了小女孩。给他们介绍的房产中介为了抬价，故意在我面前强调这2位都是国外回来的。我笑了，直勾勾地盯着霍平。什么时候老赖也能出国了？白薇倒是护犊子，挽着霍平的胳膊宣示主权。秦真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想放过我老公吗？老公，我理了理额角的秀发，面对这个失踪30年的老公，只有恨意。确定是你老公？我记得他当年失踪的时候，我们还没离婚吧？又看了眼白薇，也就是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霸占着别人的老公，是件很值得炫耀的事吧？霍平怎么会容许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欺负？他皱起了眉头，把人护在了怀里。秦真，这件事是我不对，这次回来，我就是为了和你离婚的。这个婚当然要离，可这些年我付出的那些青春和心血，也必须拿回来。行啊，这些年我替你还的那些烂账，麻烦你也一起还了，否则这个婚我不可能离的。霍平一副早知如此的样子，你还是和之前没变，一直都是这么物质。我的后槽牙不自觉咬紧，谁都可以说我物质，可他霍平有什么资格？这么多年的委屈和心酸，在这一刻通通爆发了出来。我转过头，目光落在墙角的扫把上，一个箭步冲了过去，拿着扫把就挥舞到霍平面前。你个渣男，有什么脸说我？还好意思回来？老娘这些年吃苦受累替你收拾烂摊子，你倒是带着情人在外面逍遥快活。30年，整整30年，你怎么不死了算了？我战斗力太惊人，恨不得把所有的委屈通通发泄出来。霍平被我打得满屋子乱窜，一时间竟也没人敢阻拦我，直到扫把头都飞了出去，扫把也弯了，我这才气喘吁吁地停下手来。而女儿也恰好是这个时候赶来的。妈，你在做什么？女儿不满地走到霍平身边，一脸心疼，望着我的眼神夹杂着愤怒。自从我昨天从家离开，女儿就连一条消息都没发过，现在为了霍平，倒是连上班的时间都忙着赶来。他们父女俩统一战线，白薇这时才施施然走了过去，似乎为了故意气我。女儿故意亲昵地挽起白薇的胳膊，贴了过去。妈，你看看人家白薇姨多温柔，再看看你自己，跟个泼妇一样。女儿扫了眼周围，警惕地向我发出质问。妈，你是不是知道我爸要买房，特意跟踪他的？买房？我才想起自己来的正事，抱歉地看了看跟我来的中介。我没有回答女儿的话，反而是掏出一张卡递了过去。这套房我要了，把无关人员请出我家吧。阿姨，你不砍价吗？经理呆了，不知该不该接过这张卡。女儿笑出了声。妈，你浑身上下加起来不超过200，装什么土大款呢？你别浪费人家时间了，这套房可是我爸看上了。白薇听闻，鄙夷地看着我。秦真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
你怎么还是这么争强好胜啊？我不准备告诉女儿欠款还没还清的事，只是指了指霍平。我当然有钱，这些年我替霍平还的债，每一笔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要离婚就得把钱还我。小助理看不惯他们欺负我一个，还替我补充道：没有离婚的话，阿姨你也可以起诉他们，追回这些年的婚内财产。你白薇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又委屈地看着霍平。我倒是要看看霍平舍不舍得自己心爱的人没名没分跟他一辈子。霍平都还没说话，女儿就替他委屈上了。妈，你别闹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谈钱多伤感情啊，难道你就不能替我考虑考虑吗？我恨不得把他的脑袋打开来看看，装的都是什么狗屎。霍平还算要脸，他从口袋拿出了张银行卡，递给我。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你，这卡里有200万，就当是我对你的补偿了。女儿想说什么，在看见银行卡的那一刻又突然停住了。我还不能明白她在想什么，无非就是打上了这200万的主意。我二话不说，让中介直接刷卡签合同，还不走，等着我赶你们。秦真，下个星期我们去民政局把离婚证领了吧？我没说话，他不知道，在他失踪的第5年，我就把他户口本注销了。我现在是丧偶，可不是离异。我假意答应下来。霍平和白薇离开后，女儿见我不理她，也自个走了。这套精装修虽然可以拎包入住，可还是有不少东西需要采购。好在中介见我一个老太太不容易，一直替我跑上跑下搬东西。等东西收拾好了，已然是半夜了。看着小姑娘满头大汗，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。同样的年纪，怎么我就生了个白眼狼？我加了小姑娘微信，直接给她转了1万块钱过去。小姑娘死活不要，还说自己的提成已经够多了。我这才作罢。送走小姑娘后，我洗了个澡，躺在新买的席梦思上，软软的，比家里那张木板床舒服多了。大早上，我是被敲门声吵醒的，恨不得把门板都拍穿个洞。我没有立即开门，反而是在猫眼处看了看，只见女儿和女婿带着孙女，大包小包地站在门口。孙女天真发问：妈妈，这真是我们以后的家吗？女儿蹲下身，慈爱地抚摸着孙女的头发。当然了，这里是外婆家，以后也是我们的家。孙女犹豫：可是妈妈，你不是讨厌外婆吗？为什么还要和她住一起啊？女儿连忙捂住了她的嘴，压低了声音：这话你不能和你外婆说，知道吗？她就我一个女儿，有再多财产还不是我的。她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，我们凭什么挤在又小又旧的破房子里？我没有开门，而是打给了物业。我没有女儿，也不要再把这些人放进来了。过了没一会儿，物业就来赶人了。门外是女儿在大喊大叫，还是物业强制把保安喊来，他们3人才灰溜溜地离开。女儿一家被赶走后，我就收到了她发来的消息：妈，你可真狠心，我不就是说了你几句，你难道就真要和我断绝关系？为什么你总是不能替我考虑考虑呢？爸爸就我这么一个女儿，她和白姨没有孩子，100年后他们的财产都是我的，你就替我忍忍他们怎么了？你拿着我爸的200万买了房，我都没说什么，你还真和我斗上气了。行，你可别后悔，我爸可不差这点钱，你到时候人老不中用了，别后悔求我。最后，女儿没得到我的回应，气得不行，到最后更是口不择言。如今她只是知道我手里有200万，就这样。要是知道我手里还有笔存款，还不知要气成什么样。这一刻，我也终于承认，女儿完完全全继承了霍平自私的基因，这个家彻底散了。到了霍平约定去民政局离婚的日子，我并没有去。女儿迫不及待就要替霍平打抱不平，一个电话打来，质问我：你收了爸的钱，为什么还不和爸爸离婚？我就知道你还不死心，对不对？白姨多可怜，陪了爸爸这么多年，她不过是想要个名分，怎么了？我把手机离远了些，生怕脾气上来把我新买的手机给砸了。缓了半天，我才压低着怒火对女儿说道：霍言，
我养你这么多年，你的脑子是被炮打了吗？一个小三不容易，你妈我这些年就容易了。你是忘记你被人欺负侮辱，说你是老赖的女儿了，还是忘记那些年我们连一天安稳的日子都没过过？你爸在外面逍遥快活的时候，留着我们母女被人催债，更是没有过过一个好年。我又要养你，又要替他还债，这些年的苦日子，你是都忘了不成？女儿沉默了半晌，不服气。可那些日子都过去了，不是吗？不管怎么说，那也是我有血缘关系的爸爸。白姨是个善良的人，我只希望一家人能团聚，也有错吗？听女儿如此执迷不悟，我也彻底放弃她了。我冷笑：白薇是什么好人？你以为我为什么会收到那条视频？难道不是白薇发的？除了她，还有谁会迫不及待在我面前炫耀？你的脑子真是被驴踢了！我最后问你一次，是你要选择你爸，还是我？电话那头的沉默是最好的答案。他选了消失30多年、没有良心的霍平，这4000万的财产，他一分都别想要。很好，从今往后你不再是我的女儿，也别喊我妈了。我怒气冲冲挂了电话，又顺便把手机里保存的霍平的死亡证明发给了女儿。你爸早死了，我和一个死人离什么婚？随后，我把女儿一家全部拉黑了。我甚至不用多想，等霍平知道自己早就死了后，那表情有多精彩。他们不是没想上门找我，在物业那就被拦了下来。这些年，霍平在外面隐姓埋名，赚了点小钱，如今就是想回来养老，顺便给白薇一个光明正大的名分。现在他成了黑户，别说买房了，就是正常在社会上活动都是个困难。不过我是真没想到，我这个女儿能为了讨好霍平做到这个地步。我从女儿家搬出来的事，小区的邻居基本都知道了，不少人都看不起霍言，觉得他是个白眼狼，所以他们家里有什么动静，都会有人和我说。这不，霍平和白薇前脚刚搬进去女儿家，后脚隔壁的王大姐就和我吐槽了：霍言可真是个白眼狼，要是我早都掐死他算了。小秦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你千万别多想啊。我表示不会多想，又和王大姐拉了拉家常，这才结束了我们的聊天。霍言可真是好样的，把人都请进家里了。等他发现自己到底错失了什么，怕是他肠子也悔青了吧。更何况霍平还有一笔100万的欠款还没还清，我当然要告诉那些债主。跑路的霍平回来了，我顺便拜托了之前的中介，替我找了个律师，立了遗嘱。等我100年之后，名下的所有存款和房子都会归还于国家。霍言1分钱都别想拿到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直接塞了10万块钱在小姑娘的包里。等她回过神来时，我早就报了旅游团到处飞了。这些年我没有一刻是为了自己活的，如今50多岁了，反而有自己的生活了。怎么说也不想继续亏待自己。现在我有钱有时间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几个月我玩遍了大江南北，看过了大好河山，才知道人生有多广阔。之前只沉迷在自己的小家，想着下半辈子含饴弄孙，真是笑话。我还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，也有几个大姐和我一样，家里的子女不孝，干脆不指望他们，自己先玩个痛快。一直到3个月后，我才结束了旅途，也是上了年纪了，突然玩了那么久，反而累了。回家的第一件事，我就给自己约了个全身体检，准备好好的养护自己的身子。可就在我去医院的路上，遇到了霍言，他满脸怒气，把我拦在了医院的大门处，不顾人来人往。妈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爸爸的欠款压根没有还清，你还收了爸爸的钱？你怎么好意思啊？你知不知道那些人都找来我家了？你让我老公怎么想我，怎么想我爸？你现在把钱拿出来，咱们买套别墅，一家人住在一起。之前的事我就不和你计较了，我们一笔勾销。他倒是想得很美，把我的钱安排得明明白白的，想拿回那200万更是不可能了。霍言，你和你爸才是一家人，我早就说过了，我没有你这个女儿，
面对女儿，我也努力让自己不要动气，胃不值得人，不应该浪费我的情绪。女儿见我如此冷漠，她心底的那份坚定开始松动。说到底，女儿能肆无忌惮对我恶语相向，还不是仗着我对她的宠爱。她在心里笃定，我不可能不管她这个女儿，无非就是和她生气，而我迟早会如之前一样，对她服软低头。谁让我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呢？现在我也想通了，她如今成家立业，我已然完成了一个母亲的责任，我也不指望她能替我养老送终，将来年纪大了，走不动了，我就自己找家养老院。妈，女儿语气软了下来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了。我不应该为了爸爸和你斗气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说是道歉，可我看不见他眼里一点愧疚，更何况我从来就没有不许他和他爸相认，我只是无法接受，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，能说出让我滚出他的家这种话，在面对破坏我们家庭的小三时，他能笑着和他亲昵相依，能忽略我这个妈妈这些年付出的一切。你没错。我摇了摇头，他甚至没有多问一句，为什么我会出现在医院？错的是我，是我没有教好你。女儿被我说的脸涨了起来，她有几分羞恼，她此刻一定在想，明明她都和我道歉了，为什么我还不肯原谅她？我叹了口气，干脆把话说得再清楚一些，就算我原谅了你，你也拿不到1分钱。我已经立下了遗嘱，等我死后，这些钱都会捐给国家。你有空在这里打我的主意，不如去做你该做的事。至于你爸，这100多万本来就是他应该还的，我拿的也是我应得的，想都别想拿回去。他不是很有钱吗？都给得起我这200万，还差那100多万的债款。女儿一听到我立了遗嘱，顿时就破防了。你立遗嘱了？谁允许你立遗嘱了？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啊？妈，你为什么非要和我过不去啊？再怎么说，那也是我爸，他的钱到最后还不是我的。你爸占我的钱，就是不想我好过。他接近咆哮地朝我吼道，似乎我是个多么不称职的母亲。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。我懒得和他说了，我好不容易托朋友弄到的专家号，再不进去就得过号了。我伸手把他推开，从他旁边走了过去。女儿气得在原地跺脚，目光死死盯着我的背影不肯离去。等我做完全身体检，医生都快下班了，还在就是疲劳过度，这些年身体亏空很大，需要慢慢养着。等我从医院出来，早就没了女儿的身影。本以为这次事情摊牌后，女儿就会放弃，可她依旧坚持不懈。这次她还特意带上了孙女来求情。他们进不去小区，只能在小区外头守着我。外婆，我可想你了。孙女一见到我，扬起甜甜的笑容，就朝我飞扑过来。我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接住孙女，反而侧了侧身子，躲了过去。孙女扑了个空，差点摔在地上。她错愕地看着我，大概是年纪还小，一时就把大人的叮嘱忘在了脑后。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：“坏外婆，我才不喜欢你！呜呜呜，我讨厌你！我喜欢白外婆！呜呜呜！”女儿急得上前捂住孙女的嘴，讪讪朝我笑笑：“妈，小孩不懂事，他胡说的。来之前他还说想你了。”孙女止住了哭声，却愤愤地看着我。小孩是最不会说谎的，我很不耐烦。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，就算我死，这钱你也别打主意。可女儿听完，红着眼跪在了我面前。我被她的举动搞得猝不及防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就算你给我下跪，我也不会心软。妈，女儿带着哭腔，似乎多日的委屈总算找到了发泄。家里出事了，我爸带着白姨偷走了家里所有的存款跑了。我老公说，如果我拿不回这笔钱，他就要和我离婚。债主得知霍平回来后，自然就找上了门。起初霍平答应的好好的，说自己如今事业有成，还得起这笔钱。债主见他人五人六的，下意识就相信了他，决定再给他几天时间。这怎么可以？我故意和那些债主透露，霍平压根就不打算还这笔钱，还偷偷准备跑路。
这下债主可不就急了吗？成天去女儿家门口蹲着，要霍平还钱。这么一来，霍平自然就急了，还私下找过我，想拿回那200万。秦真，咱们好歹夫妻一场，这200万你先还我。我应急，等我手里有钱了，肯定会给你。他姿态放得很低，像是被逼了。我看着他的模样，只觉得讽刺。30年前他一句话不说消失，如今还想把钱要回去，做梦吧！霍平，你给我跪下道歉，说不定我可以考虑考虑。我一句玩笑话，他却当了真，竟然真给我下跪道歉，态度诚恳。我又指了指白薇，诺，他也得跪，抢了我老公这么多年，磕个头不过分吧？霍平此刻一定很后悔，当时为了面子把钱都给了我。白薇气得一阵红一阵白，你让我给你下跪道歉？他嗓音都变细了，尖锐让人觉得刺耳。我戏谑地看着他，不跪是吧？那这钱就别想拿回去了。霍平下颚绷紧，咬了咬牙，很是不舍得让白薇给我下跪道歉。微微，就当为了我委屈你这一次。白薇委屈的不行，双眼含泪，膝盖还是重重跪在了地上，看着他忍辱负重的模样。这些年的委屈和心酸突然没了意义。我笑了笑，我考虑好了，我不同意。你，霍平猛然抬头，意识到自己被戏弄了，有几分恼怒，看着他攥紧的拳头。我指了指旁边的监控，这里有监控，你想做什么？劝你考虑清楚。霍平，这是你欠我的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无视了白薇和霍平的谩骂。可没想到，霍平从我这里拿不到钱，打起了女儿的主意。原本女儿都还不知道，是家里的存款突然没了，贵重物品和首饰也被洗劫一空。他去报了警，警察调查了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偏偏霍平和白薇此刻已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就像30多年前一样。再加上霍平的身份本来就是伪造的，更难找到他人了。霍平足足拿走了家里100多万的存款，再加上我给女儿的陪嫁首饰，高达200万。我也才知道，感情女儿不穷，是一直在我面前装穷而已。这下女婿受不了打击，怪女儿引狼入室，要是拿不回钱，就要离婚。女儿无路可走了，只能再来求我。我看着曾经的捧在手掌心的宝贝女儿，此刻狼狈的在我面前痛哭流涕，说心疼和不舍吗？好像没有。对她，我更多是趋于平静。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苦头，他凭什么觉得一个抛弃了他30多年的父亲，会因为一时的愧疚觉醒所谓的父爱？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你回去吧，我之前就说过，我没有你这个女儿了。女儿不敢相信，我竟然真的这么狠心。她狼狈地跌倒在地，哭得伤心。我相信这一刻她是真的后悔了，可那又如何呢？我不知道女儿回去后怎么解决的，只知道最后女婿和她离了婚，房子2人1人1半，女婿给了她钱，女儿被赶出了家门，就连孙女的抚养权，女婿都没有要。我只能说，男人都一个样。其实我没告诉女儿，在他们离婚前，我就发现女婿和另一个女人一起逛街，举止还格外亲密。离婚也是迟早的事。女儿离婚后，性情整个大变，变得格外暴躁。没多久就因搞砸了公司的项目，被公司开除了。如今她就拿着离婚后分的财产，带着孙女住了间房子，整日打麻将酗酒。就连孙女到了上小学的年纪，她都没有给孙女报名上学。还是我实在看不过去，联系了学校的老师上门，最起码孩子的书是要读的。不过我不会让他知道背后是我，终究我还是心软了。可也仅限如此，他要是自己立不起来，谁都救不了他。不过霍平和白薇警察那里倒是有了新消息。这些年，霍平和白薇做的可不是什么正经生意，2人在外地拐卖了不少孩子，这些钱也就是这样赚来的。这也就能解释得通，霍平一个自诩成功人士，为什么炒股都炒不清楚，能赔个倾家荡产了？感情是在做人贩子啊！
这个消息我自然也让警察透露给了女儿，让她再次明白自己的行为有多愚蠢。回过神来，我又不由咂舌，还好霍平没有对孙女下手，否则女儿怕是真的要疯了。一时间也不知道是庆幸还是该愤怒，只希望警方快点把霍平和白薇捉拿归案吧。直到一天，女儿突然把孙女送到我的小区门口，人就消失了，还留了20万，说是让我替她养一段时间。看着孙女瘦瘦小小的，再也不似之前的蛮横无知，更多了几分胆怯和自卑。我做不到撒手不管，可我也不想再当谁谁谁的妈妈，谁谁谁的外婆。我只想为自己而活，尤其是她竟然还亲昵依偎在那女人怀里，依我爸爸养女儿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至于女儿去哪了，我心里也有了答案，她怕是去找霍平了。警方是在3个星期后同时找到了女儿和霍平2人的下落。霍平和白薇躲进了一个村子了，无意间被女儿发现了。他在偷偷潜进村子前报了警。警察赶到的时候，只有3具温热的尸体，而法医给出的鉴定报告上显示，霍平和白薇身上有多处致命的刀伤，是在睡梦中被活活砍死的。而女儿身上只有1处致命伤，是在脖颈处，她是自杀的。一时间我唏嘘不已，却也能理解她的所作所为。如果不是霍平，我们一家人还好好生活在一起，她的家庭依旧幸福美梦。可如今女儿什么都没有了，还被自己亲生父亲骗走了所有存款。我还是替女儿去收了尸，说不难过是假的，毕竟是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，哪怕她再多的不是，我也没想过她死。最后我还是把孙女接到了身边养，女婿有了新家庭，压根就不愿意继续养孙女这个累赘。女儿留下的那些钱，再加上女婿每个月的抚养费，也足够把她养大，再多自然也是没有的。多年后，我头发苍苍，回顾自己的一生，却再也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和心酸了。我的下半辈子活得很好，去了很多地方，认识了很多朋友，孙女也如愿长大。在她18岁那年，我把女儿留下的财产都还给了她。其实我没说，我早就原谅他们了，一切的恩恩怨怨都该烟消云散了。